Hello，大家好，我们今天来验证一个交易策略。原作者手动回测了9个月的时间，取得了40%的收益。如果真的能稳定在这个收益率的话，还是很不错的，值得纳入我们的投资组合中。那我们今天就用代码来具体回测一下，究竟这个策略有没有盈利的概率优势。原始策略使用3个指标，首先是均线，均线无需多说就是用来过滤趋势的。原策略采用200的 EMA， 然后是随机相对强弱指标 Stochastic RSI， 这是我们的做单信号，在超卖区域的黄金交叉就是做多信号，在超买区域的死亡交叉就是做空信号。原策略设定的这个参数是3、3、14、14。最后一个指标就是我们的 Super Trend 的超级趋势指标，这是我们之前讲过的一个很强大的指标。围绕着这个指标，我们也做过相关的策略，并且做了4期的视频专门讲解。1期是策略的逻辑和回测情况的介绍，还有3期是策略的具体源代码实现。感兴趣的可以去前面视频看一下。那么今天使用到的这个超级趋势指标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它会使用3个叠加起来的 Super Trend。原策略使用到的第一层的 Super Trend 的参数是12和3，第二层的话是11和2，第三层是10和1。那么这个3重的 Super Trend 指标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过滤趋势。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如何使用这3个指标做交易。注意，我接下来列举的所有参数都是原作者所使用的，不代表我赞同，我也不建议大家直接拿来就用，建议做好自己的回测复盘。如果需要随机相对强弱和这个 Super Trend 的指标的同学，可以联系我下载，我已经放在网盘了。那么这个策略的 EA 我就不上传了，但是策略的实现，也就是源代码的部分，我会通过视频的形式分享，就是把我实现这个策略的全过程，带着大家逐行代码的过一遍。那我们讲一下策略逻辑，这里我以做多为例做空的话就是把所有条件反向即可。首先就是开仓条件有3点，第一点的话就是当前价格要在200均线之上，第二点就是当前价格至少要在2个 Super Trend 指标的上方。不管你是第1重、第2重还是第3重，只要处在2重超级趋势指标上面就可以了。第3点就是随机相对强弱指标要处在超卖区域，并且形成黄金交叉，也就是 K 线向上交叉低线。止损的话就是放在距离当前价格下方第2个超级趋势指标的位置。如果当前下方只有1个超级趋势指标，那么就放这一个就可以了。止盈的话就是盈亏比原作者设定的是 1.5 倍的盈亏比作为止盈。如果你设置为0的话，就代表没有止盈价。那么没有止盈价，至少你就要设定1个对应的出场方式才可以。我接下来列举的这些出场方式，原作者都没有说，也就是原策略是没有这些设定的。我加这些功能也是想让这个策略稍微丰满一些，让大家跟着我写完之后进行回测的时候有更多的这个选择性，都是可以开启和关闭的，所以你就可用可不用。首先是第一种出场方式，也就是当策略满足做多条件的时候，就会把所有的空单平仓；满足策略做空条件的时候，就会把所有的多单进行平仓。第二个是随机相对强弱的反向交叉时出场，针对多单的话就是出现死亡交叉时平仓，空单的话就是出现黄金交叉时平仓。第三就是跌破或涨破均线时出场，针对于多单的话就是价格跌破均线平仓，空单的话就是价格突破均线平仓。整个策略还是比较简单的稍微有一点点复杂的可能就是开仓和止损的超级趋势指标价格那里可能代码层面稍微有一点绕，但是别担心到时候我会尽可能的解释清楚。好，下面我们在盘面上看一下具体的操作。首先我们看一下这笔多单，蓝色的点代表的就是当前这根 K 线满足做多条件。第一就是当前价处于这个200均线之上，第二是当前价格至少要在2个超级趋势指标的上方，它这里是3个，所以就是满足的。第3点就是我们的随机相对强弱指标，针对于做多的话要处在超卖区域，并且形成黄金交叉。3个条件都满足的话，我们就可以在第2根 K 线的开盘价进场。止损的话就设置在距离当前价第2远的，也就是中间的这个超级趋势指标的价位。注意这里大家不要把它简单的认为我只要把它放在中间的这一层就可以了，因为很有可能有的时候你中间的这一层它是处在这个价格的上方，所以理论来说我们是往下找往下找距离当前价格第2远的那层 Super Trend 指标所在的价位。止盈的话就是 1.5 倍的盈亏比，比如说我们这里的止损它是大概是130点的话，
它的1.5倍，那就是大概是个200点左右，也就是在这个位置达到我们的止盈。出场方式的话，如果你设定的是出现反向做单信号时出场，那么就是如果这笔多单进场之后没有达到止盈，也没有达到止损，但是它随后又出现了一个反向的做空信号的话，那么这笔多单就要平仓了。还有针对于随机相对强弱，这个交叉的出场方式的话，就是这笔多单进场之后，我们就寻找它的死亡交叉，也就是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会进行这个随机相对强弱的出场方式的出场。还有第3种方式就是均线出场，这个就更好理解了，就是做单之后如果没有止盈，也没有达到止损，但是价格跌破了均线，那么就平仓多单。我们再看一笔这个空单的例子，也就是这个红点的位置，红点就代表的是满足做空信号，价格处在200均线之下，并且当前价至少在2个 Super Trend 指标的下方，随机相对强弱指标也处在超买区域，并且形成了死亡交叉，3个条件都满足则开空单。止损的话就设置在距离当前价位上方第2远的这根 Super Trend 指标所在的价位，第2远呢是在这里啊，也就是这个地方，那么它的止损大概就是70点左右，70大点左右。1.5倍的盈亏比的话，那么就是70的1.5倍，大概就是个100大点左右，就是这个位置进行了出场。好，这就是策略的全部细节。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它在棒日最近这12年的表现是怎么样的？究竟是不是像原作者所说的9个月获取40%的收益？这里我们所有的参数都不变啊，都是按照原策略的这个默认参数来进行回测。那我们点击开始。可以看出来啊，收益曲线很不好。从17年10月之前，依稀还能看出整个资金曲线在向上的一种趋势，但是17年10月之后就开始稳定的下降。即使我们这里按照原作者的设定，它是在这个欧美上进行的回测。虽然曲线能够看出来是在向上，但是这里的回撤啊，相对来说还是太大了。说它及格的话，都有点这个强人所难。但是接下来我要演示的就比较有趣了。我在棒日上回测完这个策略之后，发现它在近些年都是处于一个稳定的亏损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就想要不要把它的所有的做单信号反过来进行测试。也就是把之前满足做多信号的条件我们进行做空，之前满足做空的条件我们进行做多，也就是全部的逻辑都颠倒过来，顺者凡逆者先，只在其中颠倒颠。我们把它完全的反转过来，来看一下这个策略会不会有惊喜。那我这里把这个反转做单信号设定为 True， 然后我们回测一下，我是在棒日上发现了，我们就回测棒日，点击开始。我们把所有的逻辑都颠倒过来，再看这个资金曲线，是不是就很不一样了？最起码你能很明显的看出来，它是在这个稳步上涨的。然后它这里的表现的话，盈利因子是 1.11， 不高。然后风暴比的话是 3.82， 整体的数据其实并不是说它有多好，但是大家不要忘了，这是在没有做任何的这个参数优化的，都是使用的这个默认的参数。我相信啊，如果适当的做一些这个参数优化，这个绩效一定会看起来更好。比如说你这里可以不使用 1.5 倍的盈亏比，你可以使用这个2倍啊，或者3倍啊。你的这里的均线也可以不使用200，你可以使用150啊。包括这里的时间级别，你也可以使用这个15分钟或者是2小时啊。我相信啊，这个策略它在稍加修改之后，一定还是有它的可取之处的。比如我们这里把它的这个盈亏比提升了 0.5 左右。然后我们看一下它这里的这个风暴比啊，提升就比较大了，从之前的应该是3左右吧，来到了 4.76， 并且我们肉眼看这个曲线的话，也是能够看出来的，它是有提升的。好，这就是这个策略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几个视频，我会带着大家一行一行的代码，去把这个策略的全部细节、全部功能实现一遍。如果不想错过后面的视频的话，还请点个关注。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也可以点赞评论。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拜拜。